我们来介绍一个懒人的脚本录制器，它可以帮我们把所有滑鼠跟键盘的操作都记录下来，同时将来我们可以重新再来播放它。我先来做一个示范，这是我先前已经录制好的一个脚本。那执行了这个录制的这个按下这个按钮以后呢，它会出现一个小的工具列。那这个在这个工具列上面呢，这一个呢就可以做播放，后面这个就可以做录制。那我们来做一次这个播放。我按下这个播放钮以后，后面的那个滑鼠的操作都是AutoHotkey 在帮我们做执行的。好，我现在先按下播放，它会先帮我们把Firefox 给打开，然后在这个 Firefox 的网页里面，我已经浏览好了一个网页了。然后后面呢，它会按 Control 跟滑鼠的左钮呢，把我们要看的这个股票呢，通通打开在新的分页。好，那这个它就已经执行完毕了哈。那我们接着呢，就来实际操作一下它这个录制脚本的动作到底应该怎么来进行。我们来产生一个新的剧集哈，剧集的脚本档案。首先在文件里面呢，选择一个新建一个剧集。那左边到时候就是我们所有的滑鼠跟键盘的操作，右边就是它产生出来的 AutoHotkey 的脚本的内容。这个产生好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点着这个红色的这个按钮。这个红色按钮一点了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个提示的一个对话窗。按 F9 呢就会开始录，再按一次 F9 呢，它就会停止录制哈。好，或者是我们可以直接透过我们的这个工具列来做操作。好，工具列上面这个红色按钮呢，就可以开始来录制我们的剧集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录制哈，就按一下它，它就会从红色的圆点呢变成了方形哦，就表示说它已经在录制了。那我们就到我们的这一个连接上面，然后我觉得这边最好再重新再按一次哈，让它画面整个重整。然后呢，我们选择1号、2号、3号这3只股票，好了以后呢，再按 Page Down， 再来按16、17、18，再 Page Down， 再按41、42、43。好，完成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停止。好，那这样子这个剧集呢就已经完成了。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 Macro Creator 给打开，你就会发现左边就是已经有我们的动作了，右边就是所有我们刚刚录制起来的内容。那我们先把它储存起来。比如说我要把它叫做 Test 3，存档。然后，这个 AutoHotkey 的脚本呢，其实是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汇出哈，我就可以汇出这个 AHK， 按这个按键，然后把它储存到你的某个资料夹里面去。它把它存成比如说 test 3.ahk， 然后按汇出。它这个中文翻译有问题了哈，那我们知道就可以它就是这个就是汇出。好，它就帮我们写出到我们这个 Macro Creator 的目录里面去了哈。那到时候如果说你测试过以后，你这个 test 3.hk 是很正常的话，你就可以把这个 test 3.hk 呢放到启动资料夹里面，或者是你每一次要执行的时候呢，就都把它再执行一次 test 3.hk， 这样子它就可以每次执行你要做的动作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回来重新测试一遍，看看到底刚刚有没有录制成功。我们先把这些网页都关掉。好，那再回到这个 Macro Creator 这边点击上面这个重新播放，我们来看看它的是不是有依照我们的一个录制的顺序来执行。好，他现在点了我们这个连结了然后网页再重新重整一次，然后他再到网页上面呢点的1、2、3，再往下做 Page Down， 再去点了16、17、18，再做一次 Page Down， 去点击41、42、43。好，那
这个就是很简单的，可以根据你的操作，它帮你整个录制下来，然后我们还可以再重新播放。那希望这样子，透过这个简单的录制器呢，你就可以不用写任何一行程式，就可以来找到你要执行的一个功能了。好，今天就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各位。